冬至有四大個禁忌要注意，有兩樣嘢講就平平安安噶啦。咪住先，邊四大禁忌啊？冬至忌遠行，降溫就忌不歸。點解冬至唔好遠行呢？嗰個冬大個年啊嘛。12月21號星期六17點20分20秒，農曆嘅11月21號就係冬至啦。咁呢一日係一年當中陰氣最重嘅日子。嗱，喺南北朝時期三禮二終入邊就有記載啦。冬至終者亦有三義，一者陰極之至，二者陽氣始至，三者日行南至，故謂之冬至也。意思即係話冬至呢日嘅陰氣達到一年當中最強嘅狀態，盛極陰衰，陽氣亦都開始萌生，意味住陰陽交替嘅開始，亦都象徵新生同埋活力嘅開始。而日行南至嘅意思，即係話喺冬至呢一日嘅太陽達到一年當中最南嘅位置，所以喺冬至呢一日嘅日頭係最短嘅，夜晚係最長。但係過完冬至之後，日頭就開始慢慢變長，夜晚又變短㗎咯。咁點解民間會話冬大過年咁緊要呢？因為喺周秦時期係以冬至為新年嘅，即係歲首。咁當時係以11月為正月嘅。嗱，喺《漢書》入邊就有記載啦，冬至陽氣起，君道長，故賀，講明古人係好重視冬至嘅。民間亦都有冬至祭神、祭天、祭祖嘅習俗，祈求來年可以風調雨順。其實亦都係為咗提醒子孫後代要不忘先祖，倡導孝道、感恩報恩。咁所以就有咗冬大過年嘅講法啦。咁正所謂肥冬瘦年啊嘛，冬至又係一家人團圓嘅日子，所以老一輩就提醒啦，冬至忌遠行，黃昏忌不歸。意思就係話冬至嗰日要早啲返歸團圓啦。咁呢一個講法講起身係有段故嘅。嗱，相傳冬至呢一日係有條狗去到人間嗰度揾化身嘅日子。咁冬至呢一日又係一年當中陰氣最重、日頭最短嘅一日。咁如果天黑都未返歸嘅話，就好容易俾嗰條狗揾嚟做化身啦。咁所以老一輩就提醒冬至呢一日唔好遠行啊，要早啲返歸啊。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嚟自古人對黑暗嘅恐懼。咁古仔嘅嘢聽下就好啦。不過冬至呢日係一家人團圓嘅日子，冇咩事都係早啲返去啦。如果去得太遠太夜返嘅話，嚟唔切團圓嘅話，就變得唔圓滿啦。咁第二個禁忌呢，冬至唔好捱夜啦。冬至係一年當中陽氣最弱嘅時候。咁如果喺呢一日捱夜嘅話，就會損耗人體內嘅陽氣，導致陰陽失衡咁話。咁所以古人有句說話，瞓覺要瞓冬至夜。即係話，如果喺冬至嗰日瞓翻個靚覺嘅話，咁就可以令到全年都有好覺瞓、發好夢咁話。所以古人認為喺呢個漫長嘅冬至夜，最好就瞓翻個好覺，可以養陰，亦都避免寒氣入侵。尤其係體弱多病啊，或者係年老啊，或者係細佬哥啊，本身就陽氣不足噶啦，更加就唔好捱夜啦。咁第三個禁忌呢，冬坐席，夏唔坐木。意思就係話冬天嘅時候就唔好坐喺石凳嗰度啦。因為冬至之後石頭會更加寒冷嘅，如果你長時間坐喺石凳嗰度，就會導致寒氣入侵啦，咁樣就好容易會感冒風濕嘅。而夏不坐木嘅意思就係話夏天就唔好長時間坐喺戶外嗰啲木凳咯，因為夏天雨水多，咁木頭又吸水啊，太陽一曬嘅話就可能會導致木頭嗰啲水分蒸發起身，咁你長時間坐落嗰啲木凳嗰度就唔好啦。咁第四個禁忌呢，有啲話冬至冇返外家。至於呢個就係個別地方嘅習俗啦，認為冬大過年，冬至係合家團圓嘅日子，唔係呢一日外嫁女要返自己婆家嗰度團圓先係啱嘅。咁如果喺冬至嗰日外嫁女都返去娘家嗰度同屋企人團圓嘅話，可能就會俾人講閒話啦，話佢一定喺婆家嗰度過得唔幸福啊，過得唔好，所以先至返嚟團圓啦。甚至民間仲有冬至唔過冬，過冬死公公嘅講法，即係話外嫁女返外家過年就會對家公不利咁話。嗱，當然呢個講法完全係無稽之談，只不過係古人唔想外嫁女返自己娘家嗰度過年，想佢同屋企人團圓先至咁講嘅啫。唔知你嗰邊有冇呢啲風俗呢？咁冬至又要食乜先好呢？北方就有餃子，我呢啲有糯米餡。咁講到冬至嘅習俗，真係各處鄉村各處例，南北差異各有千秋。譬如話有啲南方人會食湯圓，寓意係團團圓圓；咁杭州會食年糕，寓意係步步高升、年年高。仲有江南會食紅豆糯米飯、紅豆粥；寧波會食番薯湯；
而廈門就食薑母鴨，話可以驅寒咁話喎。仲有廣東人喺冬至呢日會食糯米飯，寓意係豐收，食雞啊、食羊肉啊、食臘味啊等等都有。但係點解北方人會食餃子呢？咁據講呢個習俗係起源於東漢時期嘅醫聖張仲景，話佢喺做官嘅時候見到老百姓凍到耳仔都受傷，所以佢喺冬至嗰日就準備啲羊肉啊、辣椒啊，仲有啲藥材整咗味去寒膠耳湯。咁呢度嘅膠耳其實就係餃子啦，俾老百姓可以驅寒咁話。咁自此以後，民間就有咗冬至食餃子呢個習俗啦。咁喺江南一帶，冬至仲有食紅豆粥、紅豆飯嘅習俗嘅。相傳以前有一個叫共工嘅男人，咁佢個仔死咗之後就化成疫鬼啦，到處去散播啲瘟疫嘅。但係呢隻疫鬼就好怕紅豆嘅，咁所以老百姓就喺冬至嗰日專門整一啲紅豆嘅飯啊，嚟驅邪避鬼，祈求可以平安度過寒冬啦。自此以後就有咗冬至食紅豆粥、紅豆飯嘅習俗啦。不過風俗呢樣嘢真係各處鄉村各處例嘅，其實無非都係老百姓想攞個好意頭嘅啫。咁唔知你嗰邊冬至又有咩禁忌，有咩習俗呢？你冬至又諗住喺邊度過，又諗住食乜嘢啦？留言分享下，到最後祝大家平安過冬。